家，我是奥波。我今天终于离开青浦了，我来到的是新庄。我今天要开箱新庄的朋友家，他家现在还没有入住，可是因为呢，他家设计有非常多的细节，所以我抢先过来拍。今天这个屋主呢，他是换屋，所以他的坪数比较大，还有27坪。然后他原本的格局呢是3房，可是因为他要找设计师，把他的格局变成一个魔术空间，3+1又再加1。家庭成员呢是2大2小，那小孩呢是1、2岁，所以他家很多的细节都是因为小孩而做设计的，跟我一样东西很多，所以呢有非常高的收纳需求，有很多隐藏的收纳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箱吧。我刚刚好像没有跟你们说这个预算，它这边呢，因为它2间厕所重做，还有做了厨房，所以呢，整个预算呢大概是300万左右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它的玄关，很特别是它入门这边呢是有做6角的拼色瓷砖，这边是一个落成区嘛，这一块呢1.2坪，做这个瓷砖大概就是2万多。这边有一个平台，他们出去可以放一些东西，非常多的收纳空间。这边呢，除了可以当收纳以外，因为它都有做换气的洞，鞋柜放不下，也是可以放到这。他家这个很厉害，江江是一个鞋柜，然后它是可以旋转的 ，Panasonic 很好拉。它这2面呢都可以放鞋子，这一座呢大概就是2万块，他们家4个人是放得下的。这边就是会有一些常常用的鞋子啊，或者是拖鞋啊，做吊柜其实是比较方便的，跟我家一样的间接光，有没有看起来视觉就很放大？他们的玄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江这个地方挂污衣的，可能有一些冬天的外套啊什么就可以挂在这边。然后底下呢，它也会运用空间，就是一个穿鞋椅，在这边帮小孩穿鞋子啊，或是自己要穿鞋都很方便。他们这边有贴了一个灰色的镜子，我刚一走进来，哇，这空间感超好的。他们有跟设计师说，需要很大的收纳空间去放小朋友的东西，因为小朋友嘛1、2岁，什么尿布啊，什么一些备品之类的非常多。做了一个这种对开门的深柜，2个小孩嘛，1岁跟2岁是有娃娃车需求，所以他们当初有跟设计师说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停娃娃车，然后娃娃车可以直接这样推进来的。他家我刚刚不是说3+1又加1吗？再加1是什么呢？就是这边有一间储藏室，我觉得很聪明哎，它可以娃娃车直接推进来以外，它现在还没搬进来，所以它很多东西先放在这。这边还有超多层板，可以放很多东西。它的电箱在这里，就顺便把电箱一起藏起来了。我们小宅有很多是电箱前面放鞋柜啊，跳电或者不方便，它是直接就是裸露在这里的。使用电箱是很方便的。然后这边也有做一个小小的灯，方便拿东西。储藏室真的很棒，我们这种东西很多的人就很需要一间储藏室，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先藏在里面就好。还有一个蛮聪明的巧思，就是它这边是做这种斜的，所以呢，你走进来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说，空间好像就只到这边为止，它是有一种走进来就像放大的感觉，跟那个天花板呢，有一些人的家，像我家也是，玄关就压比较低，但到客厅它就会比较高，走进来是那种空间放大的感觉。来看到他家的客厅，我刚刚一来我就想说，这电视好大哦，它好像82还83寸，电视墙到沙发背墙的长度大概是3.2米，3.2米放80几寸的电视，我个人看起来我是觉得还行刚刚好，不会感觉很压迫，但是感觉很爽，一家4口在那边看电影。有找设计师线啊，我看都藏得蛮好的。这边呢也有做收纳柜，他家的地板啊拼这种人字拼的，很重本高楼层这个 view， 有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，超爽的，而且还可以看到101。然后重点是我刚刚看到左边这边还有飞机，群山环绕的感觉。我以前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绿色，他家呢这边窗帘有没有已经是一个绿色，等一下里面更多，先跟你们说。然后这个窗帘就是有隐私，就是用薄纱，晚上可能他不想要家里很亮很高被人家看到，还是有这种完全遮蔽的需求，所以它是双层的。他们设计师是帮他留到25公分左右，其实是蛮刚好的因为他家真的太大，所以窗帘河流这么深，好像也没什么感觉。
除了采光很好以外，蛮重视整个空间氛围，做了很多这种隐藏光。因为现在的光其实还蛮厉害的，间接都可以做这种一圈的，我觉得这整个氛围就还蛮好的。刚刚我有问屋主说，你花这么多钱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有比较节省的？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原本他们是想要用那种石材的感觉，但是因为石材真的是蛮贵的，后来取舍之下，和设计师做讨论，就做的这种比较仿石材纹路的板材，它上面也没有做满哦，因为它就是要让整个空间的光线是可以很通透的。这边是做玻璃的设计，然后后面呢就是他的书房。小朋友怕他们撞到，所以他家里做了很多这种圆弧形的，像这边的就是都是弧形的设计，电视柜也是弧形的，还有一个地方来，玄关这边也是弧形的，而且它这个是用特殊漆耶，好美哦。然后这边两边都有做端景，哦，这很漂亮哎，这很像那种外面咖啡店的感觉，就可以在这边拍个美照之类的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他们家的书房，长虹玻璃。它这个书房我觉得也蛮大的有没有？一进来就是感觉会赚很多钱，因为呢，你看2个人的工作都可以在这边，而且他们已经把这个悬臂都锁在这个桌上了。一个人呢是一个超级大的萤幕，所以它就是一个。但是像这个人就跟我一样，要剪片什么的需求，所以它有2支臂。这样。然后他们说啊，除了他们2个的工作以外，如果以后小朋友长大呢，也很会什么投资啊，或者也很会剪影片之类的，他们2个也可以在这边读书或是工作，所以这整个空间的运用上是还蛮弹性的。也想到了很多年以后，因为刚刚有讲到嘛，他们家真的需要非常多的收纳，所以除了抽屉以外，他也请设计师帮他做一个这个书桌旁边的收纳柜。除了这边是放一些展示的东西，还有书以外，底下也都可以放一些就是比较大的东西。因为家里都会有很多那种文件，你知道，就是可能你之后要报税，有一些单据需要留着，都可以留在这边。然后还有这个空间，就可以放一些事务机啊，或是一些碎纸机等等的。书房的采光也是蛮好的，最喜欢的风清帘。它可以上下调整，因为他们家高楼层嘛，像早上我就会想要把它整个只留中间这一段被遮住，想要看出去，就是看起来很舒服，工作效率也会很好。连椅子全部都是绿色的，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要有的家电是什么？电子衣橱。我也好想要有一个，可我家没有地方放。原本这个地方有一点像是那种机灵的角落，他有这个需求，设计师就帮他规划在这边。觉得还有一个蛮聪明的是，放了这个之后，这边还有一个洞嘛。他们有很多东西要收，所以他帮他做了一个，我觉得这蛮像 pantry 的，就是家里的一些什么零食啊、食物储藏的地方，就可以在这个柜子里面。好多层哦，这还蛮好拉的。这边是一个门嘛，然后怕小孩去撞到太多直角，设计师帮他们做弧形的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聪明、很贴心的一个细节。他家的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因为屋主虽然很害羞，但是其实他很好客，所以他把要招待客人的空间餐厅区做得蛮大的，而且超级多细节的。他这个餐桌现在可以坐1家4口嘛，但是如果有客人来的话，它这个呢其实是可以打开的。扩展的餐桌2边都可以打开，所以其实可以坐得下蛮多客人的。它这个中岛超级厉害，因为怕小朋友撞到嘛，所以是设计师这边做圆弧的。它这个中岛有什么功能？第一个是它弄了一个 IH 炉，再来呢，它另外请设计师拉水线，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小孩可以洗手的地方。然后它也把净水机是坐在这个地方，是有那个气泡水功能，然后也有冰水功能的那一种。它的厨下呢，就是放净水机系统，然后这边是冰箱，有没有超厉害？我真的觉得现在家电都做得蛮厉害的。要招待朋友，从这边拿出一些零食啊，像冰棒啊什么等等的，其实就超方便。而且他们家很多的家电都是做这种隐藏式的。我要先讲一个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，他跟我说那设计师很厉害，他去找了师傅。帮他们画出
很像大理石感、银湖感觉的图案。这个是用画的你能想象这是用画的超扯！他没有跟我讲，我以为是什么板子因为我刚刚细看，我觉得这很像是涂料。那怎么会有这个图案？为什么涂料这个？他说这个是师傅画的，师傅是有去西班牙学习的，所以他画的真的超级像，就远看完全不会觉得是画的，对，超级像石材本身的那个纹路，超厉害的。再来我们转一圈来看，它这个中岛最重本的就是这个中岛，你看这边有什么？抽屉对不对？这都不是很稀奇，你看这个。他把扫地机器人藏在下面，然后这个是有做那自动上下水的，所以他就整个解放双手到不行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凹槽，他有放高脚椅的需求，所以他椅子还没到啦，但这边有一个洞，所以他椅子是可以收进去的。这真的是多功能到不行。这个我刚刚问他多少钱，他说因为这个功能有点多，他需求有点多，所以他叫我不要问，他请设计师帮忙他客制化的。所以这应该我现在没有看到有这么多功能的啦，超厉害的。然后钱他就叫我不要问，大家知道就好。姜，我刚刚不是说他喜欢绿色吗？你看设计师把它全部都弄绿色的，所以这完全就是为了他的喜好打造的。空间也超级大的，比如说他喜欢做面包啊，或是什么果汁机啊，这真的完全是全部可以放得进去的。他在跟设计师讨论的时候，需求其实是还蛮明确的，全部都是做这种嵌入式的电器，还有吹饭器有一些咖啡机啊，漂亮的家电就可以展示在这边。朋友来嘛，也是可以泡咖啡啊，什么很方便。红酒啊等等的都其实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餐盘也很多，所以全部都可以放下，总共有3个抽屉。这边有一个小事，就是纹路，是他家全部都是那种很像银湖的纹路，但是这一个因为也是预算考量，所以呢他就没有用石材，也是请设计师去帮忙挑选纹路比较漂亮的这种板材，所以这其实是板材因为它咖啡机这些它会蛮漂亮的，一定要有光去呈现那个电器的质感。设计师帮他做一个类似灯槽，就可以直接打在这个电器上，真的是好多巧思都有预留了插座，所以其实它在使用上也是很方便的。我发现一个东西它这个是我之前原本也想要选的，现在贴皮真的超厉害的。那时候在贴我工作室的时候，我就有看到这个很像是那个镀钛条，因为真的镀钛条超贵，它这边就是用一个贴皮，类似仿镀钛的感觉。有打光的话，真的是蛮像镀钛的，因为它会有一点反光亮亮的。它就这边做了一条这样。很漂亮，这个家除了电器很多都是隐藏式以外，它家的空间也很多做隐藏的。姜，哇，因为你知道客人吃饱喝足之后会很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厕所，因为他家呢2间厕所全部都是打雕重做的，超像那种完美咖啡厅的。然后这瓷砖全部都是贴这种绿色，而且我觉得这绿砖还蛮美的，它有一点那种渐层的感觉。他跟设计师讨论之后呢，是建议做这种人造石的，一方面是成本比石材还要低，那再来就是因为人造石的清洁和维护其实是比较方便的，然后它边角比较不容易发霉。他真的是为了小孩想的非常多。我原本就跟设计师讲说，他有一个这种要洗小朋友东西的需求，设计师还帮他留了一个那个水线在后面，洗内衣裤啊、袜子啊，或小朋友的衣服，就是用这种小的洗衣机就可以了。然后小朋友嘛，因为是1、2岁，就是可能常常那个口水巾啊那些东西都要常常换洗，所以他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洗。然后它上面还做了一个这个。就是可以放那些清洁剂啊，因为小朋友清洁剂会跟大人的不一样，就是那种抗敏啊什么的。保留了一个小孩的洗衣房，好幸福的小孩。然后这边的瓷砖呢，它也是全部重做的，所以他们预算会比较高，因为做厕所真的还蛮花钱的。这就是客人使用的，也有一个台达的暖风机。因为有小朋友就很注重空气品质，所以呢，他有做了全室除湿跟全热交换。刚刚问他说有做这个，那我们家里都没有什么维修孔。结果他设计师很聪明，
它维修孔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维修孔就是一块一块的，其实在天花板上做太多切割不太好看，很巧妙的把它藏在这个地方，那也都是一块一块的，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上面竟然是维修板，很聪明。然后呢，旁边就刚好可以藏那个间接，餐厅这边的氛围感就又更好。然后这个色温那些，它也都是有跟设计师做讨论，现场挑过的，真的很温馨哎。再来，我要看到他家的厨房，因为这边已经有中岛了嘛，所以厨房呢就是煮一些油烟比较多的东西，做了一个这个拉门可以阻绝油烟，然后一样就是他喜欢的绿色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它原本的格局呢，厨房其实直到这里这么小而已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有外面的中岛需求嘛，所以呢，这边是延伸出去的，是柜子。我刚刚说，哎呀，你家没有洗碗机哦，你4个人，你要多洗。你看洗碗机在哪？也是隐藏的，藏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这是60公分的，很够哎。4个人就真的要用60的锅子啊什么才可以放得下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全部都是因为预算考量，加上它之后好清洁，所以也是都是选人造式的台面。现在其实 IH 炉很方便、好用又很好清，就抹布这样擦一下就超干净。它也有做一个净水器，外面也要有一台净水的，因为有气泡水机什么的。然后这里面呢就是顺冰顺热。像我们就贴烤箔就不好看嘛，有一点预算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全部都是贴石纹砖，还蛮有一致性的。它全部都是选这种很像那个银湖感的，这样拉篮，这是可以拉下来，但是它现在还没启用，我不要动好了。再来，我跟你说，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，你看。因为转角这个地方比较不好用，所以呢，他说他有想要放一些调味料罐，那设计师就说，那不然就把它放在这个转角的地方，有这种自动的东西，其实它空间的运用会比较好。那我就说，哎，这个有点慢哎，他说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在煮饭的时候，它就会一直在这里。用完呢，我再拍一下，它又收回去。这边是他那个工作阳台，然后我刚刚想说，哎，啊你家不可能只有一个冰箱在那外面啊，那么小，再来另外一台冰箱。它冰箱在这里，对开门的冰箱。这冰箱尺寸蛮大的哎，而且呢，这个外面的图案又是他喜欢的那个银湖的哦，冷冻在这边，哇，这冷冻很大哎，不愧是有4个人要住，哇，很不错哎，你看这样藏起来完全都不像有冰箱，好有质感哦，喜欢。我刚发现啊，他家的地板啊，在每个空间是用不一样的。他的厨房是用这种很像水泥的，外面就是用这种人字拼的木地板，然后房间里面全部都是用一条一条的那种，也是超耐磨的木地板。他家所有的卧室都是用隐藏门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间，2个小孩房，这个是小孩房1。因为小朋友现在还蛮小的，就1、2岁，所以这边呢，他先把它做成游戏室，然后他买很多乐高啊什么，但是现在还没有搬过来，他其实先大概摆一下。然后这个空间呢，如果小孩长大之后呢，是放得下一个单人床，这边放一个单人床，然后这边呢也是可以放一个书桌，然后他都已经有先请设计师帮他预留好插座，也都有留好床头的灯。要睡觉的时候呢，也是直接可以在这边关灯。这里呢，就是做一个小朋友的那种储物空间，所以那边是书桌，这边就是可以是书柜啊，或是一些长大学校的一些东西，都已经有先帮小孩想好了。这边呢也都是做圆角，真的有小朋友就是要操心很多。再来呢。第2间房间，这间呢就是他们的主卧，也是做隐藏门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很厉害哦，它27坪，我刚刚以为只是3+1再加1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竟然还有一个更衣室，超级厉害的。这边有一个那个玻璃拉门，但现在还没有装，因为他的衣服跟我一样超多的那种，所以呢，老公跟老婆一人一边，然后是做这种开放的。有很多五金，就是这种可以挂裤子的，还有这种可以挂帽子的，其实他都已经有帮他们想好了。
它有一些比较私密的，可能珠宝啊、手表啊，就可以放在这种盖起来的抽屉。抽屉也帮他做好多。衣柜啊，只要做了这种灯条，看起来就真的很高级耶。化妆台，我真的好好哦，小宅都没有办法做那个。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巧思还不错的，就是像它有一些睡衣啊，或是什么毛巾啊，因为像我习惯就是在厕所旁边，因为你每天洗澡前去拿，然后设计师是帮他们规划，就是它这个门假设是这样拉起来的，这边要拿一些可能日常的一些睡衣啊，或是毛巾什么的，你也不用再把这门推开，它直接在这个柜子就可以拿了。我刚刚想说，他不是说衣服很多吗？这样有够吗？当然不够，所以这里竟然也有一个衣柜，就是可能换季的啊什么的可以放在这边，因为这个衣柜也蛮深的，可以冬天一柜，然后夏天一柜。它这边呢也有一个小巧思，就是它这是切斜角的，它把开关弄在这边嘛，所以你看它这个有预留一点点空间，它这样子门直接打开也不会去撞到开关，因为像我家就是没有留好，所以你这门打开就啪。就不小心开关就按到了，因为做了很多那种魔术空间嘛。还有一个蛮聪明的，就是它这里没有另外再搭一个隔间，因为会有厚度，它直接是用它的衣柜当成更衣室跟主卧的空间区隔，这是很聪明哎。再来呢，这边他们放了一个 queen size 的床，就算放 queen size 的床，它的走道其实都还是蛮宽的。因为现在小朋友还很小嘛，那这边是可以放得下一个小朋友的床哦。它这个完全就是我想要的，超级像饭店。就是床头板呢，它这边也是用系统板材做出来的，然后有插座，还可以藏一个灯条，就是很有那种气氛。主卧的两边，除了床头柜以外，也有做这个灯，这一定要做哎。两个人睡，你就会想说，剪刀手布，输的要去关灯，所以灯一定要做在这边才方便。然后他刚刚有跟我说，因为他预算上有一些取舍，他本来这一面想要跟我家一样做那种特殊涂料的墙，但是因为特殊涂料就是真的已经爆预算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跟设计师讨论之后呢，他们就决定做一些这种线条的造型，然后这边就是漆一般的漆，蛮有设计感的。这边还有做一个板材的跳色，所以让它整个看起来比较活泼。然后手机呢，直接放在这边充电，直接可以放在这里，很方便。他家是2间厕所全部都打掉重做，我超喜欢他主卧的厕所，你看，它全部就是那种很粉嫩的感觉，超像我之前在澳洲住的那个 Airbnb 那种很柔波西米亚风，还蛮漂亮的。它这个砖刚刚外面就是已经选绿色了，这边就用这种粉嫩的粉色，然后它两个材质是一样，台面也都是选这种人造石比较好清，这边就是放那个小朋友的湿纸巾啊，或是一些卫生纸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种东西都不好看，从正面看就看不到，所以是隐藏的。他还特别去选了这种完美镜然后它也有这个除雾的功能。这边呢就是干湿分离的，然后他还选了这个金色的 ，Go Ahead 有金色的好酷哦。它这个是木工做的门，然后是贴皮。最后，对，它还有一间房间，真的超多间，我觉得它根本不止3+1+1，对，还加几个1。这边还有一间，就是它的小孩房，小孩房的采光超级好的，这间超级亮的。目前他们的规划是这边买一个上下铺，然后就2个小孩这样睡嘛，2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窗户这边还要放一个小朋友的书桌。这书桌还没到，所以这些插头也都是有预留好的。转过来看，这间好大。对，这间还蛮大的。这还有小朋友自己的衣柜，重点是你看多可爱，他已经帮他弄好杆子了。小朋友的衣服现在就是这样短短的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层板其实是活动的，所以小朋友长高了，衣服变长了，这板子是可以拿掉的。除了挂衣服以外，还有小朋友的很多备品啊、尿布什么的、口水巾什么都可以放在这边。我看这根本就是妈妈自己想要，你看，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衣柜。目前呢就是放大人的，但是小朋友以后长大，这也是小朋友放衣服是没有问题的。抽屉超大、超深的，而且3个这绝对够放就算他国中、高中这也都很够。
房间的地板啊，就全部都是用这个超耐磨铺织纹的，所以其实它用地板也做了蛮多空间上的区分，整间都是用一般油漆。好，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新家开箱。然后我本来要访问屋主，就他忽然被老板叫回去开会了，所以我刚刚有简单问了几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一样会好奇的地方。那还有简单回答了我当初呢就是买新城屋，然后他们这个是换屋的房子，所以坪数比较大。那当初会换屋也是因为太太怀孕了，变成4口，空间上就会需要的更大。这个房子呢是在新庄，这边是算头前从化区。当初他们会选这边呢，也是因为地缘因素，去双方的家长家呢，交通搭环状线都还蛮方便的。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里的新建案，大概是7字头。然后大家应该最好奇的就是屋主最喜欢的装潢部分。其实我觉得他本身就已经蛮有想法的，所以他当初给设计师的一些家里的配置啊，然后空间想要怎么运用，其实都还蛮明确的。所以他觉得设计师帮他做了玄关入门处的那个端景，他很喜欢，帮他们用天花板把梁啊都修饰得很好，然后也做了很多隐藏的光源，让整个家里的气氛更好。因为他家的装潢预算原本就是设定在300万，但是呢，他要做厨房，还有做了一个超级多功能的中岛，以及他2间卫浴都有重做，所以其实已经花了不少钱在这个部分。那他最后有一点小取舍，就是把一些原本想要用石材的地方，用一些纹路相近的板材去做替换。然后他原本主卧跟小孩的房间有想要做特殊漆的跳色，因为特殊漆比较贵嘛，所以后来也取舍掉这一个，就直接用一般的油漆。然后我最后就有问他说，你觉得整个这样设计的规划你给几分？如果是满分100的话，他是跟我说他给90分。目前因为还没有入住，整个空间的配置、格局啊，还有收纳都符合他的需求。特别的是，他觉得整个灯光的规划，设计师帮他安排的很好，更有那种温暖、温馨的感觉。我觉得90分还蛮高的。然后我有问他说，就是你最满意的是什么？其实他这个房子啊，买的时候是很特别，他是跟地主户买，所以当初进来虽然是3房，但它的格局，我有跟他要到格局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有一点奇妙的。然后因为它又有很多空间上需求，小孩嘛需要2个房间，又有需要书房，又需要储藏室，然后又有想要一个大中岛跟大餐厅的感觉，它还需要有一间更衣室。所以呢，设计师帮他们在空间的规划、格局的配置上面做很多思考。基本上呢，他觉得整个空间的配置，还有收纳需求、灯光跟整个预算的控制，都有符合他的需求。他给他设计师还蛮高分的。生活动线啊，还有他们家的使用情境，整个的规划上呢，也都是有满足他的期待。以上呢是这次的新家开箱，喜欢我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、按赞或是分享给你正在烦恼装潢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